上一集我从日内瓦搭巴士来到法国最美小镇安息，在老城区感受了阿尔卑斯山的浪漫与休闲，还特地吃了得到2次世界冠军的甜点。这一集我将会来到法国的另外一个最美小镇夏慕尼，我搭了缆车登上冰雪奇缘般的南针峰，接着还会利用免费的火车卡游遍夏慕尼的周边。最后从这里我会开始1个人的8天白朗峰徒步行程。现在就跟着我看一下夏慕尼有什么好玩的吧。On y va！ 我到夏慕尼了，刚刚下巴士的地方就是这里，然后我入住的 hotel 在这里 ，Plan B， 超近的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其实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搭巴士从巴黎一路到米兰，然后大概凌晨4点多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从夏慕尼上车，然后我往窗外一看，我就看到好漂亮的雪山哦，而且那时候天是很黑的，但是雪山就好像有一种自然发光的魔力，然后我就觉得这里好美。再加上有个叫 Tour du Mont Blanc TMB 的健行路线，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白朗峰环线，全程大概170公里，用双脚跨越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3个国家的壮丽冒险，是许多登山爱好者的梦想清单。我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，这一次我的目的是要来爬 TMB， 但是在那之前呢，我会先在这里玩3个晚上，做一些准备，也玩一下这个小镇。而且刚好碰上我姐1个人在瑞士度假，所以她跑来法国跟我会面。这是我姐从策马特买来给我吃的 Perso。夏慕尼的市中心并不大，但是超好逛的，到处走都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。在这里看就好漂亮了哦，你是不是应该取消我的 TMB， 直接在这里看了打个卡？可以取消吗？不可以。这一次爬 TMB 将会比我坐邮轮还要贵。哈，天哪！对，而且还住的很简陋，吃的也很简陋。夏季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登山客，而且有很多专卖店。如果东西带不够的话，可以在这里继续买。样式非常多，也很齐全，只是价格都不便宜。有些装备还可以用租的。出发 TMB 之前来这里选装备，感觉就像是哈利波特在对角巷选魔杖一样，好有仪式感啊！走着，看到个教堂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然后在教堂的旁边就是 TMB 的 office Maison de la Montagne， 去那边询问关于 TMB 的问题。很多地图可以拿，这些都是免费的，付费的要14欧元。然后刚刚的小帅哥给了我信心，他叫我不要怕，跟着路线走就好了，所以现在我有一点信心。这里风景超好的，我已经看到雪山在我背后，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老实讲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这个系列我妈不要看。我这么紧张是因为 TMB 将是我第一次要背着背包自己看地图，连续8天住不同的山屋，所以我超紧张的。不然我们去买曲拉多来吃。店员推荐我们吃这里的特色冰淇淋，也就是叫做白朗峰的栗子冰淇淋，但味道没有很浓郁，所以没有惊艳到我耶。当我们回到 hotel check in 的时候，发现他把我们预约的房型卖给别人了，所以把我们先放在一个升级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我们只会睡1个晚上，因为明天他会给我们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呢，会看到不同的山景。浴室很好，简单，我就喜欢这样子，明亮，这样就够了。对。然后这里有个简易的开放式的closet， 然后还有一些用品。这就是欧洲所说的 twins，two separate bed，2张分开的床，其实靠得很近。这就是我们窗外的景色，但是不开窗了，因为蚊子会飞进来。看一下，超棒的。这里有冷气，在欧洲有冷气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 hotel 有很多公共空间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餐厅。明天我们就在这里吃早餐。总结来讲，我觉得这间 hotel 还蛮好的。在我 check out 之后，他让我免费的寄放行李8天，好让我去爬 TMB， 这一点真的很贴心。
看看上面的山，这个颜色，金色山脉，可遇不可求的一个风景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个光只有从相机里面看得到。晚餐我们去吃很多人推荐的一间热狗店，但是名字叫做 Cool Cats。我们点了一杯啤酒、一份薯条，还有一份热狗，总共是27欧元。直接说好了，啤酒淡淡的很好喝，但是薯条非常软，一点都不脆，很油，不值得点。而且他们的 sauce 还要加钱。而热狗呢，很好吃。如果跟我们一样不想在夏慕尼吃汉堡跟披萨的话呢，就来吃个热狗吧。Alien。夏慕尼，来吃早餐。我觉得这个 hotel 的早餐好丰富哦，而且用餐的环境很好，是自助式的，所以你爱吃多少都可以。Bacon 跟我在游轮吃的很像。除了新鲜的当季水果之外，还有新鲜的面包，光是这个就已经很加分了吧。Bon appetit。出发前2天，我查了一下天气，今天是好天气，所以我就预约了今天上南针峰，离我们酒店才几分钟。我约的是8点25分，所以我们现在8点多出发。搭缆车上南针峰的票价会因为时段而略有不同，像我们8点多就出发的就稍微便宜一些，一个人是87欧元。付费成功之后就会收到一个 QR code， 到了现场之后在这里排队，然后再扫 QR code 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以前旧款的吗？好可爱哟！一台缆车可以塞很多人，挤得就跟沙丁鱼罐头一样。好幸运哦，卡到一个窗口位，不用做沙丁鱼。各位旅客，欢迎来到夏慕尼。我们即将到达阿尔卑斯山的南针峰。这座缆车已经有70年的历史，是世界上第一座直上山顶的垂直缆车。不仅是历史悠久，技术更是令人惊叹。缆车会从海拔1030公尺的夏慕尼市区出发，分2段把我们送到海拔3777公尺的南针峰，而第2段缆车才是重头戏，因为中间没有任何的支撑塔，堪称上是工程上的奇迹。缆车以每小时20几公里的速度，不到10分钟就把我们直接拉到像是冰雪奇缘情景一样的南针峰顶。刚刚我们本来要去那个透明箱拍照，他说遇到 technical issue， 叫我们等1个小时，希望1个小时后真的可以上去。一般人搭缆车上来是为了看风景，有些人上来则是为了攀岩。我看到他们爬这么高的地方，我腿都软了。而这个隧道还有另外一项极限运动，只开放给受过专业训练的登山客。有的还在训练中，有的是要直接挑战白朗峰。看着他们背着装备帅气的出发，小小的身影就像是蚂蚁一样走在一望无际的雪山上面，好佩服他们的勇气啊！他们的目标是攻顶白朗峰，而我要走的 TMB 是绕着白朗峰健行。虽然不是极限运动，但也有不少的危险地段啊！想要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挑战，请继续追踪我的频道。在这里可以360度的看到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脉，看着阳光洒在白雪上闪闪发光，耀眼夺目。而且因为我们遇到好天气，还可以看到远在瑞士的马特洪峰，一次完成2个愿望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神奇了。这种地方当然少不了纪念商品店咯。除了山顶上的这一间之外，在山下面的缆车站也有一个纪念商品店，卖的东西差不多。而这里有着西欧最高的咖啡厅，在这里喝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海拔3842公尺的无敌美景。千祈唔好行差踏錯啊！呢度有啲罅喺度。
睇落去好刺激啊！驚唔驚啊你？驚咩啊？咁樣都叫驚？真的很高好吗？下那个楼梯的时候，我的脚还在抖呢。我们8点25分的缆车上来，现在12点快25分了，看来是没有缘搭上那个电梯上那个玻璃车拍照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下山了。然后我上来有一些高山反应，所以动作要放慢一些，变成速赖的话也会没有问题。我们特地早点上山，希望可以在玻璃箱拍照，但是没有缘分了，下次再来吧。下山的时候同样也是要转缆车，但是不用急，这里有个酒吧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搭下一段缆车回市中心。我们吃一个简单的午餐，有一个沙拉梅洛，还有一个苹果派。在法国很难吃到不好吃的面包，再配上一个冰淇淋，今天真是完美。接着我们回到 hotel check in， 没想到他让我们2选1，结果我们选了这一间有厨房、客厅和落地玻璃窗的家庭房。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上搭的缆车，缓缓的上升。早上就在那个高点，现在从房间看出去好神奇哦！厕所跟浴室分开的，很棒，非常满意。吃着邦欧舒克拉配着咖啡和后面的无敌美景，南针峰就在我们的后面，超爽的。到了傍晚，再逛了一下之后，还是决定回去吃热狗。他们的热狗并不是大亨堡卖的肉肠，而是更像德国的那一种香肠，而且配了好多料，所以越吃越好吃，会让人家上瘾。我们今天没有行程中的行程呢，就是好好利用这一张卡，这是我们入住的hotel给我们的。这一张卡呢，可以让我们乘坐这一段到这一段的火车免费。查票的时候呢，只要给他看这张卡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还有火车的时间表，所以我们就挑几个地方，然后随便坐随便下车逛一下小镇。然后这张卡还可以让我们搭巴士，他们说扫描这个扣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些discount。我刚看了一下，只有买2天以上的天票才有 discount，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现在搭这个 Le Moule， 这是免费的。这个免费的迷你巴士主要是绕着市中心走一圈。我们现在要去游乐场坐过山车，然后司机人超好的，他说会把我们带到最近的地方，然后自己下车走一圈。我们到了这个游乐场，为什么没有人？难道我们包场呢？好了，我们买了票，今年2025年的票价是9块半欧元。我们玩这个9号，2个人1台车。我喺度叫好冇啊？點解？叫都唔得？正常速度有幾快啫？Yes！ 你冇突然間剎車啊？突然間剎車好恐怖㗎 ！Yes！ encore，越快！老張 ，It's okay，It's okay， 就來了，找到你！我的天哪！那怎麼？他說停車哎，平安，你給我按下來，你給我按下來，抓到我們了！好了，可以啊，繼續加點速，稍微加點速 ，Yes。在後面的那個要負責控制速度和剎車，壓力太大了，我一點都不喜歡。我還是適合玩這種小朋友的，我真的不喜歡速度。幾十歲才30。夏慕尼的火車站，我們在
搭免费的火车。酒店给我们的免费交通卡可以让我们在夏慕尼市区搭免费的火车，也就是从法伦辛一直搭到 Sefort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从法伦辛再搭到他们的终点站。今天就好好利用这个免费交通卡，看雪山，看漂亮的景色，1分钱都不用花。这里的景色真的不输给那些冰河列车。我们就这样随意的坐着火车，看着风景。然后看到有一个地方超漂亮的，我们就决定下车逛一下。我们在埃中街的火车站下车，在这里逛一下，好漂亮哦！而且可以看到后面的冰川。这里依山傍水，还有一个教堂，真是美极了。我们用免费的车票坐到 Sefort 这个站，如果再往下搭的话就要加钱。那其实我觉得从夏慕尼坐到法隆辛那一段是最值得，而且也是最漂亮的。而中间所停靠的一个点叫做阿中提耶，那一个站也很漂亮，所以值得你在那边下车，然后再等下一班车继续前往法隆辛，然后再回到夏慕尼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很悠闲的坐了3个多小时的火车，然后回到夏慕尼南针锋车站，也就是另外一个更靠近市中心的车站。回到酒店之后，我姐就为我们准备晚餐，而我呢，就为了明天要出发的 TMB 做最后的准备。TMB 应该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危险、最疯狂的事情了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到时候回来观看哦。我们在夏慕尼就这样结束了短暂又难得的2姐妹旅行。谢谢你来陪我准备 TMB。